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以威。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他最为人知的事情就是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而在我们的手机世界里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有一个神秘的机构统一了手机的通信规格，甚至后续还引发了4G 的通信大战 ，LTE 跟 WiMAX 2大阵营火拼。这其中经历什么争议和爱恨情仇？让我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行动通信是怎么炼成的。1989年，一张名为《The Great Radio Controversy》摇滚专辑发布，大受欢迎，入选告示牌的热门榜。那虽然里面的歌词我看过，跟通信没什么关系，可是专辑名称翻译成中文是《伟大的无线电争议》，然后制作这张专辑的乐团叫做 Tesla。没错听到这些资讯，你应该就可以猜到说，我们无线通信的发明起源呢，跟传说中的那位天才科学家特斯拉有关系。这故事说起来很长很长简单的说就是当年特斯拉研究无线电波，尝试实现无线供电或传输资料，但他没有顺利完成。不过，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在特斯拉发布的研究成果上面再继续努力，实现了无线通信，让相隔两地的人能用无线电波沟通。他因此也获得了1909年的诺贝尔奖。有趣的是我们之前有聊到嘛，电话发明家贝尔后来跑去研究飞行器，设计风筝。那马可尼初期在测试无线通信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就觉得说能传越远表示越厉害，所以他实验距离都是几千公里远的。那前面影片有讲到说，频率越高的无线电波，随着距离衰退越快，几千公里的距离就得用频率很低很低的无线电波，差不多是低于1000 kHz。那 5G 用 3.5 GHz 所以相当于是1000倍等级的差距。通信里面天线长度跟波长成正比，低于1000 kHz 换算的波长是300多公尺天线就得做得很大很大，但太大又容易被吹断，所以架设位置就要够空旷。那最后马可尼选的是风筝天线，你想象吗？你家那个 WiFi 上面好几根那个天线手机天线甚至小到藏在手机里面都没发现。可是，一开始要大到坐上一架风筝飞上天。那这些科学史上面的发明故事分开来看，都会觉得说哇，每个都是不出世的天才，创意奔放，想这么多有趣的想法。可是如果阅读更多之后，当时的资料你就慢慢会拼出全貌，发现说或许马可尼用风筝天线，搞不好就是跟贝尔跟当时飞行热的风筝有关系。所以原来很多的发明是彼此之间互相影响激荡的。那这些激荡呢，站在科技发展的角度上面很好，可站在个人立场就比较没有那么一定咯。因为像特斯拉就很不满马可尼，认为说我特斯拉才是无线通信的关键发明者。后续也有很多延伸的一些专利战争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说。总之约莫是在20世纪初期，人类第一次发现可以用低频率的无线电波传输信号。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可以说这是通信领域的已知用火时代。到了20世纪初期开始，有线电话越来越普及，那同时许多企业纷纷挑战在发明手机。Motorola 率先达阵，推出了历史上的第一支手机，只重达2公斤，所以当时的手机被戏称是可移动但无法随身携带。真的跨入第一代的行动通讯我觉得应该算是蜂巢式网络作为一个关键。蜂巢式网络的英文是 cellular network。其实 cellular 你去查字典，它是形容词细胞的，所以照字面翻是细胞式网络。不过如果你看图，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比较多的中文翻译是蜂巢式，因为当基地台规律摆放的时候，每个基地台的服务区域刚好是6边形的蜂巢状。这巧合吗？不是，我们之前的6边形影片有详细的说明，欢迎大家可以点击资讯卡。那蜂巢式网络是现在行动通信的标准配备，大家对基地台也都不陌生。可是穿越时空回到第一代行动通讯，你就会发现说，哇，当初想这技术真的很厉害。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说，20世纪初期的时候，马可尼用1000 kHz 的频率，成功将信号传输好几千公里，传这么远，很远，很了不起，但也很困扰。因为无线通讯虽然没有线，可是无线电波会彼此干扰，所以通常我们使用特定频段进行传输的时候，该频道只能传输一位用户的资料。马可尼用一个频道传了那么远，相当于说这个范围内其他人都不能用这个频道。其实频谱是很有限的宝贵资源，这样子就很浪费。但想想看如果改用高频点的无线电波会怎么样？距离一远，信号会衰退。虽然不可能一口气转几百、几千公里，可这表示说我使用某个频道传电波，几公里外的人也可以用同个频道，因为我们距离够远所以信号彼此不会干扰。
那原本不能传太远是缺点，但站在让更多人使用的角度，反而变成优点。同一个特性，看你怎么样去利用、去发挥。有创意的人啊，就是能够找出不同的切角去解决问题。所以日本 NTT 在1979年推出了蜂巢式网路，在都市里面盖了好多的基地台。那邻近的基地台使用不同的频段，远一点的呢，则可以使用同样的频段，一口气提升了频谱效益和服务人数。够多人用，才能带来商业回馈，才能持续发展。那你可能会想说，可是传输距离变短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原来啊，就是透过把基地台跟基地台之间用有线网路串起来。换句话说，所谓的无线通讯，其实不一定要从头到尾都是无线，可能只有手机到基地台这一段而已。但光是这样就够方便。蜂巢式网路发明之后啊，通讯技术持续进步。第一代到第二代最大的差别应该从类比进入到数位通信。那这个就跟今天主题关联性比较小，所以之后我们再来解释。2G 最常听到的就是 GSM 啊，全球行动通讯系统，还有后续的 GPRS 通用封包服务，这都算是2G 内部的演进。所以有人说是 2.5G、2.75G 这种说法。那2G 的手机大多只能够通讯，传传简讯啊、通话啊，直到3G 才有比较好的上网功能。这里啊，同样很多关键技术，但我们今天想专注在其中一项技术演变，就是信号的传输啊，从电路交换模式变成了封包交换模式。首先，什么是电路交换哦？有时候我们打电话到银行啊、学校这种大型机关，就会总机帮你服务转接。其实电话刚发明的时候，每通电话，管你打回家、打给朋友、打去杂货店，都得先打到一个地方，那边做了很多的接线生，他们会问你说，你要打到哪里呢？然后再手动的把对应的电线接起来，你才能够通话。这个啊，就是电路交换的标准样态。当你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就占用了一条专线，真的是物理上的一条线哦。所以只要你没挂电话，别人就不能够用这条线。后来啊，接线生的工作被自动化取代掉，但电路交换的通信模式依然被保留。早期就算变成无线通讯也是这样子，只要你开始通话，这个频道的资源就全部保留给你。好处是信号品质很稳定，但缺点就是资源没被充分使用。那到了上网时代，这个问题就更明显哦。因为讲话你可能会一直讲嘛，但上网你真的不是一直都在用。如果今天任何人一上网就占专线，那肯定资源马上就被占满，其他人都不用上网了。这时候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称之为封包交换的模式。封包交换你可以想象说，有一个小精灵在你的手机里面，它把你想要传出去的资讯装箱啊、打包，然后贴上每包的地址、寄送路线，避免它们遗失。这些封包呢，就在无线网络这边去传输。就像你一次寄很多包裹出去，有的透过邮局，有的透过电到店，有的是黑猫宅配，有新竹物流等等的。你寄包裹的时候会找最适合的寄件方式，小精灵也会，他不会傻傻抱着所有的包裹到邮局去排队，在接收端就有另外一位小精灵，他在签收所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包裹，把包裹依照顺序打开，这样子接收方就能收到完整的资料了。寄包裹有可能会掉，或者是某个包裹收到特别慢，这个都是封包交换的缺点。可是啊，它有个强大的优点，就是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你想想看哦，如果是电路交换模式，那就是一个小精灵一站在邮局，所有人都要等他，就算没人寄包裹，或者只寄个小包裹，邮局得专门服务他。你只能赶快去看说那个新竹物流啊、黑猫宅配有没有人在用。那要是也有人正在寄包裹，你真的是欲哭无泪，只能在那边等了。但封包交换就大家分批寄，彼此礼让，不占用，让物流的服务、通信的资源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我们来到了3G、4G 的时代，这边要先介绍一个重要的单位 ITU， 翻作国际电信联盟。它其实改过一次名，改名前的缩写也是 ITU， 但是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 国际电报联盟，成立于1865年。从名字跟年份你就想到摩斯，对，没错 ，ITU 就是因为摩斯发明电报之后应运而生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原来当初电报从 A 国家传到 B 国家的时候，就像传令兵在国境边界会被拦下来一样，电报也会被拦下来，然后再根据这个国家的标准重新传输。好不容易发明的电报，让我们快速传递讯息，却被这些行政程序给耽搁，超没意义的，一定要好好的处理。因此，1865年5月17日，来自2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制定了国际电报公约。5月17日呢，也成为了世界电信和资讯社会日。每到那天呢，大家就会一起搭手机来庆祝。世界各地还会有彩绘基地台啊，或者是比赛谁的手机待机时间最长啊。好了，其实没有什么庆祝活动都没有。工程师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总之呢 ，ITU 就是一个这样协调世界各国通信规范的组织。如果没有书同文、车同轨这样的 ITU 统一规范，你可能就真的是去每个国家都要带一支他们的专属手机了。但现在通信技术非常复杂，而且牵扯到庞大商业价值 ，ITU 没办法也没能力独自搞定一切通信标准，它需要跟其他组织合作。那合作方式因为像是说游戏企划说，我想做一款游戏，玩一场几分钟，定价多少钱，希望玩家怎样的体验，把这些 spec 都说清楚，再邀请设计团队来根据规范制作完整的游戏，再提案。像有些人可能媒体上面听过 3GPP 就是一个设计团队。那你知道的许多重要的通信标准呢，像是 LTE、LTE Advanced 都是他们提出来的。那当然呢，不会只有一个团队。甚至在4G 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 WiMAX 跟 LTE 这两种技术在竞争。后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3GPP 提出，前者呢则有 Intel 支援，那也是 IEEE 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学会所制定的标准。IEEE 是电机通讯领域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WiFi 就是他们的标准。你从名字上也看得出来说 ，WiFi 跟 WiMAX 就是兄弟姐妹。所以当时到底是 LTE 还是 WiMAX 会不会采用，很难说得准哦。如果你有印象，2010年前后，台湾就有几间 WiMAX 业者风光开台，那只是最后 LTE 获胜 ，WiMAX 业者又黯然退场。行动通讯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可是认真说起来还真的讲不完，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发明、商业故事。那行动通讯带来的社会变革也都还没有琢磨到。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 WiMAX 那成功的哥哥 WiFi，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无线区域网络。那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数感绅士，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